听闻当年被报错的妹妹今日回府，娘亲特意叮嘱我先一步回府迎接，怕她初来栈道受了冷漠。那是太后外祖母赐给我的赏赐，还有封我为郡主的圣旨，怎么会在她手里？你就是养在府上的姐姐吧？姐姐在侯府娇养着长大，明艳动人，比我这个村妇更配外祖母赏赐的首饰。姐姐，这是母亲让我交给你的。姐姐，你想赶我走，只推我就是了，何必连外祖母给的赏赐也一棒摔了？我知道你厌恶我，怕我跟你争抢，可我只想见见娘亲。我把郡主之位让给你，你让我见我强亲一面好不好？沈青书，你干的好事！这侯府养女也太猖狂了，竟敢当着靖安侯的面打真千金。就是侯爷脾气好，若是长公主在，定然扒了他的皮给小云主出气。我要是他，现在就跪下来求真千金赏口饭吃。娘亲眼中向来没有嫡庶之别，所以凭这次发请帖，长公主的独女以为我才是那个假千金。诸位误会了，当年报错的不是我，而是树。姐姐不喜欢我就算了，为什么要撒谎？侯府只有你一个嫡女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这些年被养母打骂，被养父搓磨，我本来就想死了。我是为了见爹娘一面才强撑到京城。既然姐姐连娘亲都不准我见，那我死了算了，也好让姐姐舒心。装什么呢？爬得比乌龟还慢，哪里有个寻死的样子？你们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小姐扶下来！你还有脸笑？若薇若是出了半点差错，我拿你的命来抵！知不知道她这些年都是在替你受苦？旁人不知道找回来的是庶女，他这个当爹的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我猜到他的心思了，他是想借机宠妾灭妻，利用外人的误会，顺水推舟给这庶女谋夺嫡女的好处。爹，你好好跟这里的人说说，我真的是侯府养女。我亲手将你养大，还能认错？你不知道感恩就算了，还想逼死我的亲生女儿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姐姐心情不好可以冲我撒气，爹爹身体不好，你不要再气他了。这种白眼狼就该赶回乡下。就是，我倒是要看看谁敢欺负我们镇国公府未过门的媳妇儿。夫人，世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还能为什么？自然是知道那个悍妇会欺负你，特意来为你撑腰的。若薇，你怎么哭了？这府里谁欺负你了？没有人欺负我，是我自己没讨到姐姐的欢心。小世子，我不等娘亲了，我现在就要出去。你是长公主的独女，又是郡主，你走什么？你还要留下来和我成婚呢？反倒是那些鸠占鹊巢的冒牌货，应该滚回他的山窝里去。当年定亲时，镇国公府的爵位已到了最后一时，是外祖母和娘亲怕我嫁我家去受委屈，硬生生给了他们个功劳，续了3世爵位。如今听到一点风声，这母子俩竟然上赶着来踩我。我们镇国公府可是显赫人家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要的。今天我们来就是跟着冒牌货退婚的。你们家若薇温柔贤淑，如今又是郡主，她跟景晨才是天生一对。当众退婚，这让养女日后还怎么见人？活该！真千金替她吃了那么多苦，她受这点罪算什么？沈青书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，看在往日情分上，我也可以娶你，但是你只能做个侍奉若薇的贱妾。你们镇国公府是有几个九族，敢让我做你的妾室？我是郡主，生母是长公主，外祖母是太后，舅舅是皇上，你让我做贱妾，你去问问他们答不答应。姐姐别恼，世子是看在娘亲的面子上才高看你一眼，等日后咱们出了阁，定然是不分大小，一并侍奉世子。滚开，他也配。不跟他们废话了，拿出我的身份令牌，我看谁还敢放肆。姐姐，你就算不愿意做妾，也该诅咒爹爹和世子去死啊！没关系，我做妾好不好？只要能日日见到世子，我做妾也没关系。姐姐，签了这卖身契，我此生就不能做正妻了，这样你放心了吧？这养女好歹毒的心思，这是要把真千金往死里逼呀！若薇，你这么尊贵的身份怎么能签这个？该签卖身契的另有其人，给我签了！等若薇出阁，你就是她的陪嫁。爹爹，算了吧，姐姐不会签的。我受点委屈，换侯府和睦也是值得的。不签也要签！来人，把这个逆女给我拿下！就不信我做不了她的主。难怪敢这么肆无忌惮，原来府中的护院竟全换了一批生面孔，自然没人认得我。我是皇上亲封的郡主，我看谁敢动我！反了反了，连我的话都不听了。皇上封的是自己亲外甥女，她一个养女拿个假牌子算什么东西？你们是信我这个当朝驸马，还是信他？谁拿下他，谁是首功！啊！ !
欺负我亲生女儿，还得寸进尺。沈青书，我治不了你娘，我还治不了你吗？我现在就把你卖进青楼，让你知道欺负我女儿的下场。原来他对我和娘亲竟然怨恨已久，恨到不惜串通外人，要把我这个亲生女儿卖作娼妓泄愤。管事，去找人鸭子来。若薇，把卖身契一拿来按手印。沈青书，我听说了，长公主原本还想留着你这个养女，可你猜猜，若是你被脏了身子，污了名声，她还会不会接你回来？侯府还有公主娘亲，最后都是我的。皇室绝不会纵容一个郡主被卖，只要我撑下去。姐姐，姐姐不要啊！世子小心！贱人！世子，刚刚吓死我了，姐姐差点就伤到你了。谁都不准救！他欺负郡主，还想伤世子，就算死10000次也不够。来人，用竹竿把他的头给我捣下去！住手！我让你给郡主送完礼就回去，你在这里磨蹭什么？爹爹，你看，侯府养女在欺负若薇，我特意来取消婚约给若薇出气的。长公主知道我把这冒牌货痛打一顿，会不会给我加官进官啊？什么若薇？你是跟长公主嫡女定的亲事，养女跟你的婚约有什么关系？郡主！冰冷的池水混着我的血，染红了半边莲花池。我被人捞上岸时，郑国公已经双膝跪地，浑身发抖。我衣衫湿透，后背的伤口不断渗出温热的血，虚弱的连站都站不稳。快，立刻传太医院首席太医，若郡主有半点闪失，我整个郑国公府都担待不起。金安侯脸色铁青，像个木桩般僵在原地。沈若薇则迅速抹去眼底的得意，换上了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。怎么会这样？姐姐怎么掉进池子里了？都怪我，方才没能拉住姐姐。要是姐姐出事，我这辈子都良心难安。萧景琛手里还死死握着那根竹竿，嚣张气焰荡然无存。萧夫人更是心虚的直往后躲。原来这才是真郡主，方才我们都误会了，还跟着错怪了好人。侯府这事做得太过分了，亲女儿竟被这般苛待，还被推下莲花池，实在寒人心。下人们战战兢兢地将我抬进偏厅的软榻上。太医院的首席太医提着药箱匆匆赶来，俯身仔细查看我血肉模糊的后背。他伸出满是皱纹的手为我搭脉，眉头越锁越紧。国公爷，郡主后背创口深长，入水浸泡已然发炎，又遭重击内伤，气血大乱，若调理不慎，恐落下终身病根。一旁的沈若薇拿着帕子假意垂泪，眼角的余光却带着怨毒，偷偷向我瞟来。金安侯终于硬着头皮走上前来，试图摆出几分慈父的姿态。青叔，为父也不知事情闹到这般地步，都是一场误会，你且安心养伤，府中定会好好待你。我缓缓睁开重若千钧的眼皮，冷冷地看着他那张令人作呕的虚伪嘴脸。误会？爹爹看着我被护院围堵，被人拔剑伤背，被踹入池中，全程冷眼旁观。如今一句误会便可接过？靖安侯被我堵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老脸憋得一阵青一阵白。我没有再理会他，而是艰难地整过头，将隐晦的目光投向了太医。劳烦太医将我的伤势、创口缘由如实记录留存，也好日后辨清是非对错。太医是个聪明人，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。听见这话，沈若薇明显慌了神，下意识死死攥紧了拳头，眼底闪过一丝浓烈的恐惧与不安。太医正为我上药包扎，纱布层层缠绕，我强忍剧痛，神色平静。庭院里，郑国公正死死盯着垂头丧气的萧景琛。萧景琛，你可知罪？爹，我何罪之有？那沈青书蛮横无理，当众欺压若薇，我不过是替若薇出头，教训一番不知本分的养女罢了。这话一出，郑国公气得浑身发抖，抬手狠狠一巴掌扇在萧景琛的脸上。糊涂东西，你眼瞎心也瞎！沈青书是长公主嫡女，太后亲封郡主，沈若薇不过是侯府庶女，报错在外，你竟黑白拔剑伤人，还将郡主踹入莲花池。萧夫人见势不妙，急忙上前拉住萧景琛，对着郑国公泪眼婆娑的苦苦哀求起来。老爷，景琛年少不懂事，也是被旁人蒙蔽了心意，一时冲动才犯下错事，求你饶过他这一次，切莫重罚呀！姑息纵容，只会酿下大祸。从今日起，废除萧景琛郑国公世子之位，禁足府中闭门思过，无我命令，永世不得踏出府门半步。萧景琛瞬间面如死灰，满眼的不敢置信。他死死攥紧双拳，朝我这偏厅望来，
眼中翻滚着滔天恨意。我的好父亲晋安侯见状，竟满脸堆笑地走上前，拱手打起圆场，试图缓和着僵硬的气氛。国公息怒，孩童口舌之争，不必这般动怒。卿叔如今安然无恙，此事不如就此接过，免得伤了两府和气。和气？晋安侯眼睁睁看着亲生女儿受辱挨打，落水重伤，反倒处处偏袒外来庶女，这般偏心良薄，何谈两府和气？晋安侯被怼得哑口无言，满脸尴尬。而一旁的沈若薇见势头不对，悄悄退到角落，暗中向他递了个眼色。待郑国公等人拂袖离去，庭院里只剩他们三人。沈若薇凑近晋安侯与萧景琛，将声音压得极低。如今局势对我们不利，沈清书已然起了防备，还留了伤势凭证。我们三人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若他站稳脚跟，日后我们谁都没有好下场。你说的没错，绝不能任由他翻身，必须尽早想办法掩盖所有事端。我躲在暗处，冷冷注视着一切。只见沈若薇暗中撕下一块沾染我血迹的布料，悄悄藏入袖中，那眼底的阴狠算计预示着一场更致命的风暴即将来临。暮色渐沉，我靠在软榻上静养，后背的伤势依旧隐隐作痛，静静听着侍女禀报着府里的风吹草动。郡主，今日侯府不少下人都在私下议论，都说侯爷偏心太过，委屈了您这位正经嫡女。沈姑娘整日在院中落泪，引得不少仆妇同情。不必理会旁人闲话，做好分内事便可。门外传来细碎的脚步声，沈若薇端着一碗汤药，又带着那副标志性的柔弱笑意，温婉谦卑地走了进来。姐姐，听闻太医给你开了静养的汤药，我特意亲自熬好送来，趁热喝下，也好早日养好伤势。我抬起眼眸看向那碗汤药，鼻尖微动，一股气味有异的药香瞬间引起了我的警觉。劳妹妹费心了，我身子虚弱，正要服药休养。他的眼底闪过一丝窃喜，迫不及待地将汤药递上前。就在我抬手要接的瞬间，他却故意搅下一半，哗啦一声脆响，汤药尽数打翻在地，瓷碗碎裂。他立刻红了眼眶，委屈地垂下了眸子。都怪我笨手笨脚，好心给姐姐送药，竟还打翻了，惹姐姐不快。门外恰好有几名仆妇闻声探头，他刻意放大了那副委屈的神色，分明是想让旁人以为是我在故意刁难。妹妹不必自责，这汤药气味混杂，药性怪异，我本就不敢随意入口。好心未必办好事，妹妹往后还是安分些为好。围观仆妇们的眼神瞬间变了，满含探究。沈若薇脸色一阵尴尬，只能强装委屈，灰溜溜地告辞离开。与此同时，在侯府僻静的回廊里，萧景琛悄悄叫住了府中的护院头目，随手塞过去一袋沉甸甸的银两。你也看到了，如今沈清书风头正盛，若任由他留在侯，我们都没好日子过。你找机会暗中下手，寻个由头给他添些麻烦。若能让他在府中待不下去，我另有重谢。世子放心，我记下了。护院头目握紧了银袋，转身绕向了我所在的小院。暗影中，他那双充满算计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的房门。一场杀局正在悄然逼近。夜色笼罩侯府，庭院灯笼摇曳，一道青衣身影踏入大门。那是母亲派来的人，他径直来到我的青书小院，见我出来，立刻停下脚步，态度恭敬无比，深深躬身向我行礼。长公主听闻侯府变故，忧心您的安危，特命奴婢先行赶来，服郡主安危，也带来专属信物，可调动长公主在外安置的人手。看到信物，我眼中掠过一丝暖意，微微点头回应。有劳娘亲挂心，也辛苦你连夜赶来。如今侯府人心叵测，爹爹偏心庶女，萧府母子处处针对，我正缺可靠之人在旁相助。听完我的话，他面色凝重，从袖中取出一物。长公主早已料到侯府人心易变，还让奴婢带来一封密函，记录着晋安侯平日私化行事的诸多隐秘，郡主可随时查看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带着火漆印的密函递到我手中，这阵沉甸甸的底牌让人心安。我将密函妥善收好，眼底多出几分破局的笃定与从容。与此同时，侯府书房内气氛压抑，他们四人正神色凝重地围坐在一起。父亲眉头紧锁，眼神中透出难掩的焦躁与慌乱。长公主派心腹先行入府，显然是动了真怒。若是他亲自抵达侯府，我们先前的所作所为必定难以遮掩。沈若薇眼底却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，毫无畏惧。爹爹不必慌乱，如今府中宾客大多不知内情，我们可以提前做好铺垫。就说沈清书性情乖戾，心胸狭隘，因我回归侯府心生嫉妒，
故意自导自演，受伤落水，博取同情。萧景琛听罢，连连点头附和，对这阴毒的计谋深表赞同。没错，只要我们提前稳住宾客人心，再伪造几分沈清书蛮横跋扈的佐证，即便长公主到来，也难以全然偏信她一人之语。萧夫人见状，也迫不及待地加入这场卑劣的密谋。我也可暗中联络世家内眷，帮着散播话语，把所有过错都推到沈清书身上，护住若薇的名声。父亲沉思片刻，似乎在权衡利弊，最终下定了某种决心。他猛地抬眼，眼底闪过一丝狠辣的光芒。就按你们说的办，连夜伪造说辞，拉拢宾客人心，绝不能让沈清书占了上风。烛火摇曳下，他们几人凑近低语，算计着如何将我置于死地。只是他们全然不知，窗外的暗影中早已有一双眼睛将这一切尽收眼底。次日白昼，侯府花园的凉亭里，不少闲来无事的宾客聚在一起闲聊着。沈若薇一身素色衣裙，眉眼间带着委屈如若，静静地坐在亭中，有意无意诉说着心事。沈姑娘，听闻昨日府中闹出大乱子，你受委屈了。多谢姐姐关心，也不算什么委屈。只是姐姐养在侯府多年，骤然多了我这个半路归来的妹妹，心生芥蒂也是常理。我只愿安分待在府中，不与姐姐争抢分毫，只求安稳度日便够了。即便心生芥蒂，也不该那般伤人落水。这般性情实在太过骄纵蛮横。就在这时，我带着心腹侍女缓步走来，恰好将这番虚情假意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。沈若薇一瞥见我的身影，立刻刻意垂下头去，愈发显得楚楚可怜，惹人怜惜。诸位宾客闲来闲谈，怎好凭空议断是非？我昨日重伤落水，后背伤口至今未愈，太医可作证伤势由来，何来自导自演一说？可若不是你刻意刁难，怎会闹出这般事端？我回府本是迎接妹妹，未曾主动生事，反倒有人抢先占了我的圣旨赏赐，当众设计摔碎首饰，栽赃于我。哼！又假意寻死博取同情，步步算计，难道诸位都看不明白？听到我这番话，一众宾客顿时面面相觑，原本坚定的神色开始动摇。姐姐怎能这般冤枉我？我出身乡野，性情淳朴，怎会做栽赃算计之事？我只求一份亲情，别无他求啊！是否冤枉，人心自有公论，眼下不必争辩。往后10日，是非对错，自会有确凿证据公之于众，无需我多费口舌辩解。沈若薇心头猛地一慌，听出我话中有话，显然是握有隐秘把柄，不由得暗自紧张起来。郡主性情坦荡，从不屑玩弄心机。哼，反倒有些人表里不一，人前柔弱可怜，人后暗中算计，迟早会露出马脚。宾客们看沈若薇的眼神渐渐变得异样，私下低声议论着，不再一味偏信她的片面之词。沈若薇强行压住心底的慌乱，只能默默垂泪，不敢再随意开口。我冷冷地看着她那副作态，心中冷笑，真正的反击才刚刚开始。萧景琛那个蠢货，居然在侯府后门僻静的巷口偷偷约了几名狐朋狗友密谋。他避开旁人视线，眉头紧锁，神色阴鸷，全然不知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景琛，听闻你被废了世子之位，还被禁足，都是因那沈清书而起。若非沈清书归来，我依旧是镇国公世子，也不会落得这般境地。如今他占尽风头，留在侯府便是隐患。我打算暗中将他带出侯府，我要借机要挟，逼他主动退让，远离京城，永远别再回来。此事好办，我们人手充足，夜里趁手背松懈，便可伺机行事，帮你出了这口恶气。这群纨绔子弟凑在一起商定毒计，言语间全无规矩道义，
只想着报复泄愤，却不知不远处的墙角，长公主派来的心腹随从早已暗中潜伏，将这密谋听得一清二楚。随从悄然退走，动作极快，立刻回府向我和心腹侍女禀报了始末。与此同时，侯府冷院外，我那好父亲晋安侯正带着管事，神色慌张地转移一箱箱财物。把这些贵重银两、古玩字画尽数悄悄转移，藏到城外隐秘别院。如今局势难料，长公主一旦追究过往罪责，侯府财产恐被没收，提前转移妥当，方能留好后路。侯爷放心，属下早已备好马车，趁着白日宾客大多在花园闲聊，无人留意这边，即刻便可悄悄运出城去，绝不留半点痕迹。晋安侯立在原地，望着一箱箱财物，眼神中满是算计与掩饰不住的慌乱。画面一转，在我的亲书小院里，心腹侍女正将萧景琛的阴谋一五一十地禀报给我。郡主，萧景琛勾结外人，打算暗中挟持您，意图要挟。奴婢已安排人手暗中布防，只需等他们现身，便可当场拿下。我平静地听着，这一切早已在预料之中。萧景琛遭此挫败，定然不会善罢甘休。有劳你们多加防备，不必主动生事，只需静待他们自投罗网即可。而另一边，萧夫人得知了萧景琛的疯狂举动，吓得心慌意乱，急忙前去劝阻。如今我已没了世子之位，若不趁机扳倒沈青书，养后永无出头之日。此事我意已决，谁劝都无用。侯府正厅大院张灯结彩，众宾客齐聚，纷纷朝着府门方向恭敬行礼。只见长公主身着华服，气度雍容，眉眼自带威严，步履沉稳，踏入侯府。父亲连忙上前躬身迎接，难掩眼底慌乱。沈若薇却抢先快步上前，扑通跪倒在地。公主娘亲，您总算来了。女儿在外漂泊多年，好不容易回归侯府，本想安稳侍奉爹娘，可姐姐始终容不下我，处处刁难，还自导自演受伤落水，处处抹黑我名声，求娘亲为我做主。萧景琛也急不可耐地上前附和，满脸愤慨，要替若薇出头。长公主明鉴，沈青书性情骄狂，心胸狭隘，嫉妒若薇温婉善良，仗着郡主身份目中无人，当众欺压亲人，实在有负皇家威仪。萧夫人此时也跟着上前，掏出帕子抹着眼泪，随声附和。是啊，长公主，若薇乖巧懂事，谦逊有礼，反倒沈青书蛮横霸道，这般心性实在不配坐拥郡主尊荣。父亲顺势站了出来，装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无奈模样。公主，此事都是家门不幸，青书自幼被娇养惯了，心性偏执，对归来的妹妹满心排斥，屡次生事打闹，我多番规劝，她始终不听，实在无可奈何。一众宾客被这三人的说辞带动，纷纷低声议论，看向我的目光都带着几分异样。沈若薇垂着头，嘴角勾起一抹暗自得意的冷笑，以为大势已定。我在心腹侍女的搀扶下，缓缓从人群后方走出，后背虽仍有伤，却身姿挺拔。我目光如利刃般锐利，冷冷地扫过在场的众人，看着这出拙劣的闹剧。我的孩儿，委屈你了。娘亲不必忧心，是非曲直，自有证据为我佐证。我微微抬手，心腹侍女立刻上前，捧着一叠厚厚的账本、人证词物以及医案，静立一旁。爹爹口口声声说我性情乖戾，无故生事，那不妨当众看看。这些年来，你私下苛待府中下人，私藏府中公产，暗中转移贵重财物的账本凭证，还有那日众人亲眼所见，沈若薇当众设计栽赃，假意寻死。萧景琛不分黑白拔剑伤我，将我踹入莲花池，人证物证俱全。我步步向前，目光死死盯住脸色惨白的父亲、惊慌失措的沈若薇和浑身僵硬的萧景琛。今日娘亲亲临，我便当众把所有隐情、所有算计一一揭穿。正厅大院死寂无声，所有人屏息凝神，目光齐刷刷落在我手中的证据上。看着我那素来威风的爹爹脸色惨白如纸，双腿微微发颤，我心中只觉得可笑。而一旁的沈若薇更是浑身僵硬，眼底的得意瞬间被恐慌彻底取代。我微微抬手，心腹侍女便将那致命的账本递到了宾客代表林松的手中。
诸位请看，这是爹爹近5年来私藏府中公产、克扣下人月例的账本，每一笔收支都记录得清清楚楚，还有府中老仆的证词，可当场对质。宾客代表林松翻看着那本账册，神色愈发凝重起来。他紧紧锁住眉头，抬头看向平日里道貌岸然的爹爹，满眼都是难以置信的诧异。这时，受尽委屈的老仆们纷纷上前，弓下身子，声泪俱下地诉说着被苛待的过往。侯爷常年克扣我们月例，寒冬腊月不给棉衣，酷暑时节不给凉茶，稍有不慎便会打骂责罚，我们敢怒不敢言呐。去年我母亲病重，求侯爷借些银两医治，侯爷不仅不借，还将我赶出府去。若不是郡主暗中相助，我母亲早已不在人世。一派胡言！你们这些刁奴，定是被沈青书收买，故意污蔑于我。这些账本都是伪造的，不能作数。是啊，娘亲，这些下人都是被姐姐收买的，账本也是伪造的。姐姐就是想陷害爹爹，独占侯府一切，求娘亲明察。面对这对父女的狡辩，母亲长公主眸光冰冷，不带一丝温度的缓步走上前。伪造？这些账本上的笔记都是你靖安侯的亲笔，还有你私印为证，你敢说这是伪造？府中下人联名证词，难道也都是伪造？面对母亲的质问，爹爹被堵得哑口无言，头颅深深埋下，浑身止不住的发抖。看着他这副狼狈不堪的模样，我眼底没有半分怜悯，这都是他罪有应得。爹爹，你私藏财物、苛待下人已是事实，何必再狡辩？更何况，你还有更隐秘的事情未曾被揭穿。听到这话，沈若薇心头猛地一紧，下意识死死攥紧了爹爹的衣袖，满眼慌乱。周围宾客的议论声再次沸腾，所有人都在紧紧盯着我，期待着那个足以颠覆侯府的惊天隐秘。今日正厅大院内，长公主面色威严地抬起手，示意所有宾客安静下来。青叔，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，今日我便当着所有宾客的面还你一个公道，也清算靖安侯的所有过错。我微微颔首，平静地抬手示意身旁的心腹侍女，准备呈上关键证据。心腹侍女双手捧着一封密函，恭敬地走上前，将其递入长公主手中。娘亲，这是当年参与报错事件的稳婆暗中留下的证词，还有爹爹与沈若薇生母的书信往来，足以证明当年的报错并非意外。长公主迅速拆开密函，目光在信纸上飞速扫过，脸色肉眼可见的阴沉下来。听到这番话，沈若薇吓得浑身发抖，重重地跪倒在冰冷的青石板上，连连磕头。娘亲饶命！我不知道什么稳婆证词，也不知道什么书信往来，当年的报错就是意外，求娘亲相信我。靖安侯知道丑事再也瞒不住，脸色瞬间面无血色，瘫软在地上，试图辩解。公主，我也是一时糊涂，当年若薇生母苦苦哀求，我一时心软，策划了报错之事。我只是想让若薇能过上好日子，没有想过要伤害青书啊。人群中一片哗然，众人纷纷指点，看向沈若薇的目光瞬间从同情变成了深深的鄙夷。萧景晨和萧夫人彻底慌了神，他们倾注心血维护的，竟是个满腹算计的冒牌货。你这个骗子，你竟然骗我！你根本不是长公主嫡女，你只是一个庶女！你害我被废世子之位，害我沦为笑柄！沈若薇被骂得抬不起头，像条丧家之犬般趴在地上痛哭，再无半分往日装出来的柔弱。我看着眼前这场闹剧，神色依旧平静，但心底那块积压多年的巨石终于彻底落下。靖安侯私藏财物，苛待下人，策划报错事件，欺君罔上。沈若薇冒充嫡女，欺世盗名，暗中算计，废除沈若薇所有名分，贬为庶人。靖安侯暂进侯府，听候发落。长公主的宣判犹如死刑，瘫倒在地的沈若薇猛地抬起头，那绝望的瞳孔中竟瞬间燃起一抹令人毛骨悚然的怨毒，死盯向我。夜色深沉，青书小院灯火通明，我靠在软榻上，心腹侍女正为我检查后背的伤口。郡主，伤口恢复的不错，只是还需静养，不可太过劳累。沈若薇被贬为庶人，安置在偏院，派人看管着，暂无异动。不必对她太过苛刻，也不可放松警惕。她心性狡诈，绝不会轻易认输，定然还会暗中谋划。与此同时，昏暗的偏院内，
沈若薇坐在冰冷的床榻上，双拳紧握，眼底满是怨毒与不甘。沈清书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凭什么你生来就是嫡女，拥有一切，而我却只能做庶女，被人践踏？侯府郡主之位本该都是我的。他悄然起身走到窗边，见看管的下人昏昏欲睡，眼底闪过一丝算计，趁机溜出偏院，朝我的小院摸来。书房内，我正静静翻看密函，沈若薇悄悄潜入，目光四处搜寻，目标直指桌案上的郡主令牌。只要拿到郡主令牌，我就能冒充沈清书去找太后求情，重新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就在他伸手要拿令牌的那一刻，我突然伸出手，死死地按住了他的手腕，力道极大。妹妹这般晚了，不去偏院安分待着，跑到我书房来，是想偷什么东西？听到我的声音，他吓得浑身一僵，缓缓转头对上我冰冷的目光，脸色瞬间惨白，拼命想要挣脱。我没有想偷东西，我只是想来给姐姐赔罪，求姐姐原谅我，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一把松开手，发出一声嘲弄的冷笑，直接指向桌案上那枚象征权力的令牌。赔罪？赔罪需要偷偷摸摸潜入书房，盯着我的郡主令牌不放。沈若薇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，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你再怎么算计也得不到。听到我的警告，他垂下了头，但在阴影中，他的嘴角却勾起了一抹极其阴狠的笑容，仿佛在酝酿着更恐怖的杀招。侯府大门外人声鼎沸，萧景晨带着一群劲装男子围堵在门口，手持棍棒，神色嚣张。各位兄弟，靖安侯被长公主无故扣押，受尽委屈。沈清书这个冒牌货霸占侯府，欺压庶妹，我们今日便闯进去，救出侯爷，讨回公道！救出侯爷，讨回公道！救出侯爷，讨回公道！侯府院内此时乱作一团，宾客们吓得惊慌失措，纷纷躲闪。青书，此事交给你处理，务必稳妥，不可伤及无辜。娘亲放心，女儿定不辱命。我带着侍女缓步走到大门内，目光平静地看向门外的萧景晨和这群暴徒。你们口口声声说要救靖安侯，讨回公道，可知靖安侯犯下了何等罪行？胡说八道！侯爷忠心耿耿，怎会犯下罪行？都是沈清书你污蔑侯爷，意图霸占侯府。我抬起手，侍女立刻将靖安侯私藏财物的账本和弃军密函一一展示在众人面前。这是靖安侯私藏府中公产、苛待下人的证据，这是他策划报错事件、欺君罔上的密函，每一件都是铁证如山。你们还要说他无辜？看着这些铁证，旧部众人神色动摇，纷纷低声议论，看向萧景晨的目光满是质疑。萧世子，郡主说的都是真的，侯爷真的犯下了这些罪行。萧景晨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强装镇定，却连说话都变得语无伦次。这都是伪造的，是沈清书故意伪造证据，迷惑你们的。你们不要相信他，随我闯进去，救出侯爷！就在他拼命狡辩时，一名旧部突然上前，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，神色愧疚。郡主，属下有眼不识泰山，此前不知侯爷犯下如此罪行，险些被萧世子蒙蔽。今日愿归顺郡主，不再助纣为虐。有人带头，其他旧部也纷纷醒悟，放下棍棒，躬身请罪。看着众叛亲离的萧景晨，他脸色惨白的悄悄后退，那怨毒的眼神里似乎还在酝酿着什么恶毒的计划。我看着靖安侯府正厅内，昔日高高在上的靖安侯此刻脸色灰暗，面对归顺的旧部，眼底只剩绝望。靖安侯，你私藏财物、苛待下人、策划报错、欺君罔上，罪行累累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公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求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，看在青书的面子上，饶我这一次，我以后再也不敢。沈若薇被两名下人粗暴地押进正厅，我看到她一眼瞥见父亲那副摇尾乞怜的模样时，眼底闪过一丝鄙夷。娘亲，我也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冒充嫡女，不该暗中算计姐姐，求娘亲饶我一命，我愿意一辈子侍奉姐姐，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。你们今日的下场，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当初算计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日的后果？公主、郡主、萧世子趁乱溜走了，不知去向。他心性狭隘，又不甘失败，定然不会就此罢休，定会暗中寻找机会再次报复，派人四处搜寻，务必找到他的踪迹，不可让他再兴风作浪。是，郡主。这对无耻妇女趁着我派人搜捕的空隙，悄悄溜到了偏院一个杂草丛生的阴暗角落。若薇，如今大势已去，萧景晨溜走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
你想办法联系萧景琛，让他找机会救我们出去。只要我们能离开侯府，日后还有机会翻身。爹爹放心，我自有办法联系萧世子。沈青书害我们落到这般境地，我定要让他付出代价，夺回属于我们的一切。这对父女自以为计谋天衣无缝，却殊不知我的心腹侍女隐匿在暗处，一双冰冷的眼睛早已将这一切死死锁定。一场更致命的风暴即将席卷而至。听完心腹侍女的禀报，我神色平静，眼底没有丝毫波澜，仿佛这一切早已预料到一般。他们不甘心失败，暗中密谋也在意料之中。你派人密切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，不要打草惊蛇，静待他们露出马脚，一并拿下。是，郡主。属下已经安排好人，全程监视，绝不会让他们有可乘之机。庭院中，靖安侯和沈若薇被看管在一起，两人故作安分，实则暗中观察四周动静，寻找逃跑的机会。爹爹，我已经派人给萧世子传了消息，让他在今夜3更带着人手来侯府后门接应我们，到时候我们就能趁机溜走，找地方躲起来，再慢慢谋划复仇。好，好。只要能离开这里，我们就有机会翻身。切记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不可被沈青书发现。沈若薇得意点头，眼底满是算计。她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，却不知早已被我彻底监视。书房内，长公主看着我，语气中带着几分欣慰，似乎对我近来的表现颇为满意。青书，你如今越来越沉稳了，面对这些算计，临危不乱，娘亲很是欣慰。都是娘亲教导的好。女儿只是不想再被人算计，也不想再让娘亲担心。就在这时，心腹侍女匆匆赶来，神色凝重，显然是监视那边有了新的突发状况。郡主、公主，沈若薇还有后手，她偷偷藏了长公主当年的一些书信，并且篡改了内容，想污蔑公主意图不轨，混淆视听，趁机逃跑。好大的胆子！竟敢篡改我的书信，污蔑于我，看来是我太过仁慈，才让他这般肆无忌惮。娘亲不必动怒，他既然想玩，我们便陪他玩玩。他有篡改的书信，我们有原件，到时候当众揭穿他的阴谋，让他再无翻身之地。沈若薇的阴谋终将被彻底戳穿，而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给他留下任何喘息的余地。夜色深沉，侯府正厅大院灯火通明，娘亲坐在主位。我静静立在一旁，看着被看管在院中央的靖安侯和沈若薇。萧景琛试图带人潜入侯府救人，却被我的心腹侍女当场抓获，狠狠压到了院中。沈青书，你竟敢设计陷害我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陷害你，是你自己不知悔改，偷偷潜入侯府想救靖安侯和沈若薇，意图再次作乱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沈若薇见同谋被抓，自知计划败露，却仍不死心，猛地从袖中掏出一封书信，高高举起。大家快看，这是长公主当年退境的书信，上面写着她意图不轨，想谋取侯府财产，甚至想危害皇室。沈青书和长公主都是奸邪之人，我们不能被他们蒙蔽。听到他的污蔑，在场的宾客与旧部纷纷神色异动，看向娘亲的目光中多了几分质疑。没错，长公主心怀不轨，沈青书助纣为虐，我们要揭穿他们的阴谋，讨回公道。各位，求你们救救我们，救救侯府，不要被他们母女蒙蔽呀！面对群情激愤，娘亲神色依旧平静如水，只是微微抬手示意众人安静。我冷笑一声，从容上前一步，从袖中掏出一封完好无损的信件，举到了众人眼前。大家看清楚，这才是娘亲当年的原件书信，沈若薇手中的只是篡改后的伪造书信，上面的字迹、印章都与原件不符，一看便是伪造。心腹侍女会意，走上前去，将2封书信同时递到了宾客和旧部的面前，供他们仔细比对。纸包不住火，众人稍微一对比，便看出了沈若薇手中那封书信字迹潦草，印章模糊，破绽百出。原来真的是伪造的！沈若薇真是太恶毒了，竟然敢篡改长公主的书信，污蔑长公主！公主、郡主，属下有眼不识泰山，险些被沈若薇蒙蔽，求公主和郡主恕罪。眼看众人倒戈，沈若薇的脸色瞬间惨白，手中的伪造书信无力的滑落，掉在青石板上，她浑身止不住的发抖，眼中最后一丝希冀也彻底破灭，陷入了无尽的绝望。沈若薇，你篡改书信，污蔑娘亲，意图作乱，这一次你再无狡辩的余地。侯府大门外，郑国公终于带着随从匆匆赶来，
看到被压在一旁的萧景晨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萧景晨，你这个逆子，我让你闭门思过，你竟敢偷偷溜出府，勾结靖安侯和沈若薇，意图作乱，你真是无可救。面对父亲的怒火，萧景晨非但没有悔改，那张扭曲的脸上反而满是怨毒。我逆子，若不是沈青书，我还是郑国公世子，我也不会落得这般境地。都是他害我，都是他毁了我的一切。郑国公气得浑身发抖，抬手狠狠一巴掌扇了过去。那一记响亮的耳光打碎了萧景晨最后的体面。糊涂东西，到现在还不知悔改，错把榆木当珍珠，被沈若薇蒙蔽，还处处针对郡主，你不配做我郑国公府的子嗣。郑国公转过身向我躬身行礼，那张满是沧桑的脸上写满了愧疚，当众做出了决断。郡主犬子顽劣，不懂事理，多次冒犯郡主，还请郡主恕罪。今日我便当众宣布，将萧景晨贬为庶人，逐出镇国公府，永世不得踏入府门半步。我静静地看着这场闹剧，心中冷笑，面上却只得微微颔首，维持着郡主的威仪。国公言重了，萧景晨所作所为都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与国公无关。只求国公日后严加管教，莫让他再兴风作浪。就在这时，萧夫人匆匆赶来，得知儿子被贬为庶人，当场瘫软在地，哭得撕心裂肺。老爷，求你饶过景晨这一次，他知道错了，他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求你不要把他逐出府门，求你了。镇国公眼神冰冷，对结发妻子的哀求无动于衷，语气中没有一丝回旋的余地。不必多言，他犯下的过错理应受到惩罚。你若再求情，便一并逐出府门。几名下人立刻上前，像拖拽死狗一样，将衣衫褴褛、头发散乱的萧景晨和瘫软的萧夫人赶出了国公府。萧景晨一边拼命挣扎，一边向我发出恶兽般的嘶吼，眼底的怨毒仿佛要将我生吞活剥。沈青书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，我一定会报复你，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我站在侯府门口，冷眼看着他们狼狈离去的背影，内心掀不起半分波澜。心腹侍女悄无声息地立在我的身旁，低声向我禀报着暗中的安排。郡主，萧景晨和萧夫人沦为街头乞丐，属下已经派人暗中监视，他们如今一无所有，应该翻不起什么大浪了。我微微摇头，太了解萧景晨那歹毒的心性，落水的狗往往咬人最狠。不可大意，他心性歹毒，越是落魄，越是容易铤而走险。继续监视，不可有丝毫松懈。果不其然，在破败的街头，被驱逐的萧景晨看着来往的路人，眼神阴鸷的可怕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他的嘴角竟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，似乎在这绝境之中又抓住了什么致命的转机。庭院里，我看着下人们分发着从爹地那搜出的财物，娘亲站在一旁，满眼欣慰。青叔，你将靖安侯私藏的财分给下人，安抚众人，做得很好。这些下人被苛待多年，也该得到补偿。娘亲，这些下人忠心耿耿，却被爹爹苛待。如今爹爹到台，理应给他们补偿，也让他们安心留在侯府，好好做事。下人们捧着沉甸甸的银两和衣物，眼中满是劫后余生的感激，纷纷朝我们跪拜。多谢郡主，多谢公主，郡主千岁千岁千千岁，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大家不必多礼，往后好好做事，侯府定不会再苛待你们，都会给你们应有的待遇。偏院里却是另一番光景，沈若薇被关在房中，像只被困的野兽，眼神阴狠毒辣。她悄悄摸到门边，隔着门缝盯着外面的看守，手里紧紧攥着几件首饰。大哥，我知道你也是奉命行事，我这里还有一些贴身的首饰，都是上好的物件，只要你放我出去，这些首饰就都是你的，日后我还会给你更多好处。看守是个穷苦出身的下人，盯着那金光闪闪的首饰，艰难地咽了口唾沫。姑娘，这万万不可，郡主有令，不准任何人放你出去，若是被发现，我性命难保啊。不会被发现的，只要你放我出去，我就远走高飞，再也不回来，谁也不会知道是你放我走的。这些首饰足够你一辈子衣食无忧，何必在这里受这份苦？贪婪最终战胜了恐惧，下人四下张望，做贼心虚地拔下了门栓。姑娘，你快走吧，趁着没人发现，赶紧离开侯府，再也不要回来。沈若薇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冷笑，如同一条泥鳅般滑出了房门。她贴着墙根，一路朝着侯府后门溜去，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可她根本不知道，角落里的阴影中，我的心腹侍女早已将这一切尽收眼底。没过多久，侍女便快步回到了我的小院。郡主，沈若薇贿赂看管下人，已经逃出偏院，正朝着后门方向跑去，看样子是想去找萧景晨会合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并未感到意外，反而觉得一切都在预料之中。很好，他果然按捺不住，
主动送上门来。传令下去，不要阻拦，暗中跟踪，看看他和萧景晨会合后还有什么阴谋，一并拿下。这一夜的侯府后巷并不平静，沈若薇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出去，她东张西望，生怕被人发现，却不知自己早已成了瓮中之鳖。我的心腹随从就隐没在不远处的夜色中，将他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。此时城外的破庙里灯火昏暗，萧景晨正满脸阴鸷地坐在那里。先生，你说你有办法让沈青书付出代价，让我重新夺回镇国公世子之位，快告诉我是什么办法？只要能报仇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沈青书如今深得长公主信任，手握侯府大权，硬拼定然不是对手。我这里有一瓶药，名为迷心散，只要让沈青珠喝下，她就会失去心智，变成一个疯疯癫癫的傻子。到时候侯府大权自然唾手可得。萧景晨接过那个散发着阴冷气息的黑瓶子，眼底的贪婪再也藏不住了。太好了，多谢先生！只要能让沈青书变成傻子，我一定重谢先生。就在这肮脏的交易达成时，沈若薇像只无头苍蝇一样，满脸欣喜地闯了进来。萧世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我贿赂下人，好不容易从侯府逃出来，我们快想办法报复沈青书，夺回属于我们的一切！萧景晨看着他，眼底闪过一丝浓重的嫌弃，却又迅速换上了利用的伪装。若薇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位先生给了我一瓶迷心散，只要让沈青书喝下，他就会变成傻子。到时候侯府郡主之位就都是我们的了。太好了！我们现在就去侯府，趁沈青书熟睡，把药喂给他，让他彻底变成傻子。切记，此事一定要小心谨慎，不可被沈青书发现。一旦失手，你们就再也没有机会翻身了。先生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小心行事，定不会失手。这三个各怀鬼胎的人，借着夜色的掩护，像幽灵一般悄悄朝着侯府的方向摸去。而暗中跟随的心腹随从，早已先一步将这恶毒的计划传到了我的耳中。青书小院内灯火昏暗，我躺在榻上闭着眼睛，静静等待着好戏开场。随着木门发出一声轻微的吱呀声，那三个做贼心虚的人蹑手蹑脚地溜了进来。萧景晨停在我的床榻前，动作轻缓地举起了那瓶足以毁人一生的毒药。他缓缓拧开瓶塞，一股刺鼻且怪异的气味瞬间在幽暗的静谧房间里弥漫开来。沈若薇站在一旁，连大气都不敢喘，死死盯着我的脸，盼着我万劫不复。沈青书，这都是你逼我的，今日我就让你变成傻子，尝尝我所受的痛苦。那黑色的毒汁缓缓凝聚在瓶口，化作一滴致命的绝望，即将触碰我的嘴唇。然而他们不知道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紧闭的双眼已然悄悄睁开了一道凌厉的缝隙。那滴刺鼻的黑色药水即将落入我唇边的瞬间，我猛地睁开了眼睛。我强忍悲伤，反手死死扣住那只握着毒药的手。啊！沈青书，你没睡？后背的鞭伤隐隐作痛，但我借势翻身而起，冷眼俯视着这群小人。我若真睡熟了，岂不是要被你们这等鼠辈暗害？话音未落，埋伏在门外的心腹侍女已带人撞开房门。那个蒙面神秘人见势不妙，企图转身遁逃，却被随从死死按倒。废物，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！沈若薇如同被逼入绝境的疯狗，仍在随从手中拼命挣扎。沈青书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？我只想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，有错吗？看着他那副死不悔改的模样，我忍不住勾起一抹冷笑。属于你的一切，侯府嫡女的身份、郡主尊荣，从来都不是你的，是你自己贪心不足，步步算计，才落得今日地步。萧景晨仍被死死扣着手腕，脸色煞白，眼神却像毒蛇般阴冷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我就算做鬼，也不会放过你！我不屑理会他的狂吠，松开手，目光直逼那个蒙面神秘人。你是谁？为何要帮他们暗害我？与靖安侯是什么关系？那人低垂着头，嘴角却缓缓裂开，勾起一抹令人毛骨悚然的鬼笑。既然不肯说，那就先关起来，慢慢审问。我倒要看看你能硬气到什么时候。心腹侍女领命，立刻指挥随从将这三个祸害强行拖拽了出去。房间重归死寂，我的目光死死盯在桌案上那瓶致命的黑色毒药上。郡主，属下在神秘人身上搜到一张字条，上面只有一个陈字，不知是什么意思。我接过那张粗糙的字条，指尖轻轻摩挲着上面暗红色的字迹。陈，这个姓氏太熟悉了。
那些被刻意掩埋的侯府旧事，正被这一个字悄然撕开。次日白昼，侯府正厅内气氛降至冰点，长公主端坐主位，我手捧罪证立在一旁。靖安侯、沈若薇、萧景晨和神秘人悉数被压跪在下方。安侯，你策划报错，苛待下人；沈若薇，你冒充嫡女，篡改书信；萧景晨，你多次暗害郡主，意图作乱；还有你，神秘人，暗中相助逆贼。今日我便一并清算你们的罪行。靖安侯吓得浑身发抖，狼狈地趴伏在地，再次拼命叩首，试图抓住最后的一丝生机。公主饶命！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愿意散尽所有财产，只求能安度余生。母亲的眼神透着刺骨的冰冷，丝毫不为所动，毫不犹豫地断然拒绝了他的乞求。机会？当年你策划报错，苛待亲疏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给他机会？即日起，剥夺靖安侯爵位，终身禁足冷院，不得与人接触。府中财产尽数没收，分给被苛待的下人和贫苦百姓。听到这话，沈若薇彻底崩溃，她不甘地挣扎着，痛哭流涕地疯狂嘶吼，五官都扭曲在了一起。不，我不要被禁足，我不要做庶人。沈清书，你这个贱人，都是你害我的。这都是你咎由自取，怨不得旁人。娘亲，沈若薇心性歹毒，多次暗害于我，不宜留在侯府，可将她贬为庶人，交由专人看管，不得踏出看管之地半步。母亲微微颔首，对我的提议表示赞同，随即抬手示意下人立刻执行。准了。至于萧景晨，贬为庶人，杖责30，流放3000里，永世不得回京。萧景晨闻言脸色惨白，如同一滩烂泥般瘫软在地，却依旧死死盯着我，满眼皆是不甘与怨毒。沈清书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我在流放之地也会想办法报复你。两名粗壮的随从立马上前，像拖拽死狗一样将不断挣扎、大声叫骂的萧景晨强行拖了下去。不理会他的叫嚣，我缓缓转头，锐利的目光直直刺向一直沉默、披着面纱的神秘人。现在你可以说了吧？你是谁？为何要帮他们？神秘人缓缓抬起头，一把扯下脸上的面纱，露出一张布满可怖交错疤痕的脸，犹如从地狱爬出的恶鬼。靖安侯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陈松，当年被你诬陷贪污、流放边疆、家破人亡的陈松。我今日回来，就是要报仇，要让你和你的人都付出代价。看清那张脸的瞬间，靖安侯面色如死灰般灰败，浑身止不住发抖，瞳孔剧烈收缩，仿佛连呼吸都停滞了。书房内的空气凝重的仿佛要滴出水来。陈松坐在对面，脸色阴鸷，缓缓揭开了那段尘封的过往。当年我是侯府的账房先生，无意间发现靖安侯私藏府中公产、暗中贪污的证据。他为了掩盖罪行，便诬陷我贪污，将我流放边疆，还派人暗害我的家人。幸好我命大，才得以存活。陈松眼底的恨意如毒蛇般游走，他死死攥紧拳头，指甲深深地嵌进了皮肉里。我在边疆苟延残喘，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回来报仇。我得知沈若薇和萧景晨也怨恨沈清书，便趁机接近他们，想借他们的手除掉沈清书，再慢慢收拾靖安侯。你被靖安侯诬陷，身世可怜，但你不该选择暗害无辜，助纣为虐。你的复仇已然触犯了规矩。看着他满是疤痕的脸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语气稍稍缓和了几分。陈松，你的冤屈我们会为你昭雪，靖安侯已经受到惩罚。你的家人若有存获者，我们也会尽力寻找，给予补偿。但你暗害我，意图作乱，也需受到应有的惩罚。他眼中闪过一丝极难察觉的动容，但转瞬间又被那无尽的疯狂与恨意彻底吞噬。我不要补偿，我只要靖安侯死。他害我家破人亡，我定要让他血债血偿。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，我的心腹侍女突然神色慌张地冲进书房，打破了僵局。郡主、公主，不好了！萧景晨在杖责后，趁下人不备，偷偷逃脱了，不知所踪。我眸光陡然转冷，一切都在意料之中。这个疯狗果然不会乖乖受罚。我就知道他不会安分，定然会趁机逃跑。陈松，萧景晨逃跑，会不会去找你留下的后手？陈松闻言脸色骤变，陷入了短暂的死寂，随后紧紧咬牙，缓缓张开了口。我在城外破庙藏了一笔财富，是我这些年攒下的，本想用来招兵买马，彻底报复靖安侯。萧景晨知道这件事，他肯定会去那里拿财富，再找机会报复你。没有片刻犹豫，我猛地站起身来，眼神坚定如铁，绝不能给萧景晨任何喘息之机。传令下去，立刻派人前往城外破庙，暗中埋伏。
等萧景琛出现，一并抓获，绝不能让他再兴风作浪。是，郡主。与此同时，城外那座荒废已久的破庙前，一道狼狈不堪的黑影正跌跌撞撞地赶来，正是刚刚侥幸逃脱的萧景琛。他满身泥泞，像一只饥饿的饿狼般，直勾勾地盯着破庙大门。他眼底燃烧着疯狂的复仇怒火，贪婪地勾起嘴角，殊不知自己正一脚踏进深渊。萧景琛刚挨了打，就像疯狗一样跑到了城外破庙。我倒要看看他想找什么。陈松那私藏的财富呢？明明说在这里，怎么找不到？他像条饿狼般翻遍了每个角落，终于在供桌下扒出了那个装满财富的木盒。沈青书，有了这些财富，我就能招兵买马，迟早要你血债血偿，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真是大言不惭，我怎么可能给他这个机会？我带着心腹，静静地堵住了他的生路。萧景琛，你以为你能跑得掉，还能如愿拿到财富复仇，未免太过天真。看到我出现，他眼里的狂妄瞬间变成了惊恐，像一只被逼入绝境的野兽，试图反抗。沈青书，你竟然来得这么快！今日我有财富在手，又有退路，定能冲出去！你别想拦我！我冷眼旁观，身边的随从如猛虎出匣，径直扑向了伤痕累累的他。不过3-2下，他便重重地摔在地上，那些承载着他复仇大梦的金银珠宝瞬间滚落一地，化为泡影。与此同时，被关在侯府偏院的沈若薇还不知道萧景琛已经落网，正做着母仪天下的美梦。大哥，求你再放我一次，萧世子拿到财富定会来救我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富贵，再也不用受这份苦。沈姑娘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郡主早有吩咐，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放你出去。你安分待着吧。眼见贿赂不成，这女人竟彻底陷入了疯狂，抄起桌上的剪刀，死死抵住了自己的咽喉。你不放我出去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到时候长公主追究起来，你也脱不了干系。看管他的下人吓得面如土色，连滚带爬的退了出去，慌忙派人来向我禀报这桩疯事。而在这破旧的庙宇里，被死死按在地上的萧景琛依旧死死地盯着我，眼底翻涌着诡异的血光。他突然咧开流血的嘴角，那诡异的笑容让我心头一沉，这家伙绝对还藏着什么玉石俱焚的后兆。破庙内，我静静看着被压在地上的萧景琛，心中生不出一丝波澜。萧景琛，你多次作乱，屡教不改，此次逃脱又意图夺取财富，招兵买马，可知罪？他梗着脖子，满脸怨毒地瞪着我，丝毫不见悔改。我没错，错的是你沈青书。若不是你，我还是镇国公世子，怎么会落得这般境地？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向你低头。心腹侍女匆匆赶来，附在我耳边低声禀报，神色十分凝重。郡主，不好了！沈若薇在偏院拿剪刀抵着自己的脖颈，要挟看管下人放她出去。若说不放，就当场自尽。我眸光微冷，眼底闪过一丝不耐，但心中依旧从容。不必慌张，她只是装模作样，不敢真的自尽。你立刻回去告诉看管下人，不必理会她的要挟。她若是真敢动手，后果自负。是，郡主。另一边，侯府偏院内，沈若薇举着剪刀僵持许久，见下人不为所动，神色渐渐慌乱起来。你们真的不管我？我真的会自尽的。到时候长公主问起，你们一个个都要陪葬。心腹侍女匆匆赶到偏院，目光冰冷地看着她，语气不容置喙。沈姑娘，郡主说了，你若是真敢自尽，后果自负，与我们无关。你还是放下剪刀，安分待着，否则休怪我们不客气。沈若薇见要挟无用，剪刀掉落在地，整个人瘫坐在地，痛哭流涕，满眼绝望。我转头看向依旧嘴硬的萧景琛，心中做出了最后的决定。萧景琛，你屡教不改，冥顽不灵。今日我便废了你一身武功，再将你流放3000里，派人全城看管，让你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作乱。萧景琛闻言，脸色惨白，像困兽般在地上拼命挣扎反抗。不，你不能废了我的武功！沈青书，我恨你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随从上前死死按住他，狠狠一掌拍碎了他的丹田。他发出一声惨烈痛呼，彻底瘫成一滩烂泥。我冷冷瞥了他最后一眼，转身带着木盒踏出破庙。接下来该回侯府清算另一笔账了。陈松被押解回侯府正厅时，原本阴狠的眼神终于平静了下来。陈松，你被靖安侯诬陷，家破人亡，身世可怜。我已下令为你昭雪冤屈，追封你的家人，还会将萧景琛夺取的财富分一半给，作为补偿。听到长公主的补偿，他眼中闪过一丝动容，缓缓低下了头。多谢公主和郡主，我执念于复仇，险些酿成大错。如今靖安侯已受到惩罚，我的冤屈也得以昭雪，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。对于这种人，即使身世可怜，也不能让他轻易逃脱律法的制裁。陈松，你虽有冤屈，但暗害无辜、助纣为虐也是事实，本应受到严惩。但念在你身世可怜，又主动交代后手，帮我们抓获萧景琛，
便从轻发落，罚你前往边疆，戍守国土，戴罪立功。他恭敬地行了一个大礼，彻底放下了往日的仇恨与疯狂。多谢郡主饶命，属下愿意前往边疆戍守国土，再也不贪念复仇，好好赎罪。娘亲微微颔首，一旁的侍女便上前将陈松带下去，妥善安置。青叔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若不是你沉着冷静，步步为营，我们也无法顺利清算靖安侯等人，守住侯府。一切看似尘埃落定，但我心中那股挥之不去的不安却愈发强烈。娘亲言重了，这都是女儿应该做的。只是靖安侯被禁足冷院，沈若薇被看管，萧景琛被流放，我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冷院之内，曾经不可一世的父亲，如今像一条丧家之犬，被关在阴暗潮湿的房间里。听到门外传来的细微脚步声，他猛地抬起头，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可笑的希望。是若薇吗？还是景琛？你们是不是来救我的？我推开那扇破旧沉重的木门，缓步走入，平静地注视着他此刻的狼狈惨状。爹爹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萧景琛被流放，沈若薇被看管，没有人会来救你。你当年犯下的过错，理应受到这样的惩罚。听到我的话，他眼中的光芒瞬间熄灭，整个人如同被抽干了力气，瘫软在肮脏的地面上。青叔，爹爹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看在父女一场的情分上，放我出去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看着他这副涕泪横流、悔恨交加的模样，我心底没有泛起半分波澜与怜悯。前世你欠下的滔天血债，岂是你一句轻飘飘的知道错了就能偿还的？我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，将他绝望的哀嚎死死锁在那扇沉重的木门之后。但在房门合上的那一刻，院墙阴影下突然闪过一枚带血的暗标，让我的呼吸猛地一滞。背上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，但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按计划进行着。郡主，陈松已经启程前往边疆，萧景琛也被押着前往流放之地，派人全程看管，不会有任何差池。沈若薇那边，自从上次要挟寻短见失败后，就变得沉默寡言，不吃不喝，看管下人很是担心。郡主，您的伤口恢复得很好，只需再静养几日便可痊愈，只是日后不可再过度劳累，以免伤口复发。有劳太医，辛苦你了。太医退下后，我陷入了沉思。沈若薇虽然心性歹毒，但若真恶出好歹，反倒落人口实。带我去偏院看看沈若薇。偏院的下人房里昏暗阴冷，沈若薇蜷缩在床角，早已没了昔日侯府的半点尊贵。你这般作践自己，有意思吗？你以为这样就能博取同情，就能改变现状吗？我什么都没有了，身份、财富、名声全都没有了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如一了百了干净。一了百了？你连了结自己的勇气都没有，还敢说活着没意思？你当初算计我的时候，可不是这般模样。沈若薇，你不是不甘心吗？不是想夺回一切吗？与其在这里作践自己，不如好好活着，看看我如何守住侯府，如何活得比你好。他浑身一震，眼中闪过一丝不甘，却又瞬间被绝望吞噬，痛苦地低下了头。我不会苛待你，也不会除掉你，会让你好好活着，看着自己的执念最终化为泡影。吩咐下去，每日按时给他送饭菜，若是他再不吃不喝，就强行喂食。是郡主。我转身走出阴冷的下人房，心腹侍女跟在身后，似乎满腹狐疑。郡主，您何必对他这般仁慈？他多次算计您，若是留着他，迟早会再次作乱。我留着他不是仁慈，是让他亲眼看着他费尽心机想要得到的一切都不属于他，这比除掉他更让他痛苦。郑国公神色凝重地带着随从，匆匆来到了金安侯府的大门外，他手里紧紧捧着一份奏折，径直朝着府内走来。彼时，我正与娘亲在书房商议侯府后续事宜，得知他到来，连忙起身迎接。国公今日前来，不知所谓何事？郑国公满脸愧疚，深深地向我们躬身行礼，随后他双手将那份奏折恭敬地递了过来。公主、郡主，今日前来是向二位请罪。萧景琛顽劣不堪，多次冒犯郡主，意图作乱，给侯府带了诸多麻烦，也给皇室蒙羞，我深感愧疚。这份奏折是我请求陛下剥夺我镇国公府部分爵位俸禄，以示惩戒。我平静地接过奏折，快速地翻看了一眼。国公言重了，萧景琛所作所为都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与国公无关，国公不必如此自责，更不必请罪。青叔说的对，萧景琛心性歹毒，冥顽不灵，是他自己不知悔改，与国公无关。奏折你收回去吧，
陛下那边我会去解释，不会追究郑国公府的责任。听到娘亲的话，郑国公的眼中闪过一丝难掩的感激。多谢公主，多谢郡主。日后我定会严加管教府中子弟，绝不让他们再做出这般出格之事，也绝不会再与侯府为敌。国公有心了，萧景晨已被流放，全城派人看管，不会再兴风作浪，国公不必太过担心。郑国公又客套了几句，便如释重负般转身离去。待他离去后，娘亲转头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欣慰。青叔，你如今越来越有担当了，不仅守住了侯府，还化解了与郑国公府的矛盾，娘亲很是欣慰。娘亲，这都是女儿应该做的，只是我总觉得晋安侯当年策划报错事件，似乎不仅仅是因为沈若薇生母的哀求，背后或许还有其他隐情。听闻此言，娘亲脸上的笑意瞬间凝固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当年我生产之时，晋安侯神色异常，只是我当时身体虚弱，并未多想。或许这件事背后真的还有其他隐情，我们得慢慢调查。我郑重地点了点头，内心早已掀起惊涛骇浪，眼神也变得愈发锐利。我绝不会停下脚步，直到亲手揭开那层血淋淋的真相。我带着侍女再次踏入这阴冷破败的冷院，父亲依然像一滩烂泥一般瘫坐在地。看到我，他灰败的眼中闪过恐惧与恳求。情书，你又来看我了，求你放我出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愿意帮你做任何事，只求能离开这个地方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，语气冰冷刺骨。放你出去？除非你告诉我，当年你策划报错事件，除了沈若薇生母的哀求，还有没有其他隐情？是不是有人指使你？父亲闻言，脸色大变，眼神不由自主地闪烁起来，下意识避开了我锐利的目光。没有其他隐情，就是因为若薇生母苦苦哀求，我一时心软才策划了这件事，没有其他人指使。没有，爹爹，事到如今你还想隐瞒？你神色闪烁，眼神慌乱，分明就是在撒谎。当年娘亲生产乃是大事，你为何嫌色异常？还有，沈若薇生母只是一个普通女子，怎敢让你冒着欺君罔上的风险策划报错事件？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发抖，本就惨白的脸色此刻更是毫无血色。爹爹，只要你告诉我真相，我可以从轻发落你，让你离开冷院，搬到府中偏僻的小院，安度余生，不必再受这份苦。若是你执意隐瞒，那就一辈子待在冷院，直到死去。在我的威逼利诱下，他的眼中终于闪过一丝动摇，经过漫长的内心挣扎，才带着恐惧缓缓开口：是有人指使我。当年有一个神秘人找到我，给了我一大笔财富，让我策划报错事件，把沈若薇换成你的位置，还威胁我说，若是我不照做，就杀了我和整个侯府的人。听到神秘人的存在，我的眸光瞬间冰冷，毫不犹豫地继续追问：那个神秘人是谁？长什么模样？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？父亲痛苦地摇了摇头，似乎在回忆着那段令他极度恐惧的往事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他每次都戴着面纱，看不清容貌，声音也经过了伪装，只知道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药香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线索。离开冷院回到书房，我神色凝重地将刚才得知的一切告知了心腹侍女。神秘人，淡淡的药香，看来当年的报错事件背后果然有隐情。这个神秘人定然不简单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，查明真相。是，郡主，属下立刻派人四处调查，寻找身上有药香且与当年事件有关的神秘人，一定尽快查明真相。又是深夜，我独自坐在书房里，案前的烛火摇晃，心里如同这夜色般化不开，手里紧紧捏着那张纸条，上面的几个字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头。药香、神秘人、当年旧部，这些线索仿佛编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，将我笼罩其中。心腹侍女站在一旁，面色凝重，向我禀报了最新的调查结果。郡主，属下派人调查了当年侯府的旧部，得知当年有一位负责打理药材的老仆，在报错事件后不久就突然失踪了。有人说他当时看到那位老仆跟着一个戴面纱的神秘人离开了侯府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猛然抬起头，眼神不自觉地变得锐利起来。那位老仆叫什么名字？有没有什么线索能找到他？老仆名叫李忠，听说他有一个女儿住在城外的小镇上，属下已经派人去寻找他的女儿，希望能找到李忠的下落。与此同时，在偏院那冰冷的下人房里，沈若薇却翻来覆去，难以入睡。窗外传来一阵细微的脚步声，惊得她猛地坐起身来，像只受惊的兔子。她满心警惕地走到窗边，小心翼翼地掀开窗帘的一角，向外张望。
窗外，一个浑身散发着淡淡药香的黑衣神秘人正悄无声息地向他靠近。沈若薇，别害怕，我是来帮你的，我可以帮你夺回郡主之位，帮你报复沈青书，只要你按我说的做。沈若薇先是满脸恐惧，但很快眼底便浮现出一抹侥幸与深深的贪婪。你是谁？你真的能帮我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没有选择，要么相信我，要么一辈子被看管在这里，做一个一无所有的庶人。我知道当年报错事件的所有真相，也知道沈青书的软赖，只要你配合我，定能让他身败名裂。听完这番话，沈若薇狠狠地咬了咬牙，眼中闪过一丝狠辣的决绝。好，我相信你。你说我该怎么做？窗外的神秘人缓缓抬起手，从袖口中摸出了一个小小的药瓶，递到了窗边。这瓶药，你想办法给沈青书服下，只要他服下，就浑身无力，失去反抗之力。到时候我们就能趁机控制侯府，夺回属于你的一切。切记，此事一定要秘密进行，不可被任何人发现。沈若薇一把接过药瓶，将其死死攥在手心里，仿佛握住了救命的稻草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忽然传来了巡夜的心腹随从那沉稳有力的脚步声。神秘人脸色微变，动作极为敏捷地转过身，瞬间引入了茫茫夜色之中。沈若薇吓得慌忙将药瓶塞进衣袖，连滚带爬地回到床上，装出熟睡的模样。巡夜的随从走到窗边，仔细打量了一番，并未发现任何异常，这才转身离开。确认安全后，沈若薇再次掏出药瓶，死死盯着他，嘴角勾起一抹令人胆寒的阴毒冷笑。而此时的我，刚刚得知李中女儿的下落，正准备起身前往城外的小镇一探究竟。我们谁也没有发觉，在侯府外那最深沉的黑暗里，一双冰冷的眼睛正死死盯着这一切，随时准备给出致命一击。次日清晨，靖安侯府大门敞开，我带着心腹侍女和随从乘上马车，前往城外小镇。马车颠簸，我心中满是对真相的探寻，指尖摩挲着怀中那块刻有苏字的玉佩，眼神不由得锐利起来。循着打探到的地址，我们在城外一处炊烟袅袅的村落停下。眼前这间墙体斑驳的茅草屋，就是老仆李中之女李翠的住处。为了打消对方的警惕，我刻意放低姿态，走上前去，轻轻叩响了那扇破旧的木门。请问这里是李翠姑娘的住处吗？我们是来自晋安侯府，想向姑娘打听一些事情，绝无恶意。房门缓缓打开，一个面容清秀却满含怯懦的女子探出头来，双手死死攥着衣角，眼中尽是防备。你们是谁？找我有什么事？我不认识你们，也不知道什么晋安侯府，你们快走！我抬手示意随从退后，露出无害的姿态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诚恳温和。姑娘不必害怕，我们真的没有恶意，我们只是想打听一下你的父亲李忠，他当年是晋安侯府打理药材的老仆，20年前突然失踪，我们想查明他的下落，也想查清当年的一些旧事，还他一个公道。听到李忠2字，李翠脸色骤变，惊恐的猛然关门，却被我的心腹侍女眼疾手快的轻轻按住了门框。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别再提我父亲，快走，不要再来找我！我上前一步，轻轻握住他颤抖的手，用坚定而温和的目光直视着他躲闪的双眼。姑娘，我知道你害怕，也知道你有难言之隐。当年你父亲的失踪，定然和侯府的旧事有关。他或许是被人胁迫，或许是遭遇了不测。我们只想查明真相，不仅是为了侯府，更是为了还你父亲一个清白，找到他的下落。请你相信我，我不会伤害你，也会护你周全。看着我诚恳的眼神，他眼中的警惕渐渐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压抑已久的悲伤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我父亲当年根本不是自愿离开的，他是被人胁迫的，我至今都不知道他还活着没有。他终于打开了房门，屋内陈设极为简陋，侍女递上一杯温水，李翠双手捧着杯子，情绪稍稍稳定下来。当年我才8岁，有一天晚上，一个戴面纱的神秘人来到我家，身上有淡淡的药香，说话的声音细细的，像是女子。他拿着一把刀抵在我母亲的脖子上，威胁我父亲，让我父亲配合他做一件事，否则就杀了我和我母亲。我父亲无奈只能答应。他临走前抱着我哭，说他对不起我们，还说若是日后有人找他，就把一块玉佩交出去，说那能找到当年的真相。闻言，我眸光一冷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微微前倾，心中的疑云越发浓重。那你知道那个神秘人让你父亲做什么事吗？你父亲有没有留下其他线索？那块玉佩现在在你这里吗？李翠痛苦地摇了摇头，随后缓缓从怀中掏出一块温润的小巧白玉佩。我不知道神秘人让他做什么，这就是我父亲留下的玉佩，我一直带在身上，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它。我接过那块边缘磨损的玉佩，指尖触摸到上面刻着的一个小小的苏字，这个字究竟藏着怎样致命的秘密？我紧紧握着手中那块刻着苏字的玉佩，粗糙的纹路刺痛了掌心，心里的疑团越来越大。苏，这个姓氏你有印象吗？当年侯府有没有姓苏的人，或者与苏家有往来，尤其是与药材相关的？
我的心腹侍女低头陷入了长久的沉思，她的眼神微微转动，似乎在努力翻找着久远的记忆。郡主，属下记得当年长公主未嫁入晋安侯府之前，有一位闺蜜妙苏，名叫苏婉柔。听说她精通医术，也懂药材，只是后来不知为何，苏婉柔突然失踪了，再也没有消息。长公主很少提起她，偶尔提起也会嫌色伤感。苏婉柔，听到这个名字，我心中猛地一跳。一丝难以置信的惊讶在眼底飞速划过，我强行压下心头的震惊，只见下意识地反复摩挲着玉佩上那凹凸不平的字体。苏婉柔，娘亲的闺蜜，还精通医术，懂药材，身上有药香，又姓苏。当年指使爹爹胁迫李忠的神秘人就是她。就在这时，一直站在旁边的李翠突然涨红了脸，像是回想起了什么极为关键的线索。郡主，我还记得当年那个神秘人说话的语气很柔，却带着一股狠劲，确实不像是男子，倒像是一位女子，和你说的苏婉柔倒是有几分吻合。李翠的话如同最后一块拼图，彻底印证了我的猜想。我死死握住那块玉佩，骨节发白。多谢姑娘告知，这块玉佩我先暂时收下，等查明真相，定会还给姑娘，也会尽我所能帮你找到你父亲的下落。若是日后你有什么困难，可随时前往晋安侯府找我，我定不会亏待你。听到我的承诺，李翠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她深深地弯下腰，向我行了一个大礼。多谢郡主，多谢郡主。我相信郡主一定能查明真相，还我父亲一个公道，找到他的下落。而另一边，被我关在侯府偏院的沈若薇正死死盯着手里那个来历不明的小药瓶。看守她的下人推门而入，将冷冰冰的饭菜重重放在桌上，没好气地叮嘱了几句，便转身离开。沈若薇盯着桌上的粗茶淡饭，嘴角猛地勾起一抹怨毒阴狠的笑意。她知道机会来了，她飞快地将药瓶塞入袖口深处，换上了一副楚楚可怜的顺从模样，慢条斯理地端起了饭碗。夜幕很快降临，偏院里只剩下一盏摇晃的昏灯。沈若薇突然捂住肚子，在床上痛苦地翻滚起来。好痛，我的肚子好痛！求你们快去禀报郡主，求郡主救救我，我快要痛死了！院外的下人听到惨叫，惊慌失措地撞开房门，看到他这副惨状，顿时吓得六神无主。哪怕明知他诡计多端，下人也不敢担上人命官司，立刻转身狂奔去给我报信。而此时的我正准备从城外小镇启程，侍女急匆匆地将侯府的变故汇报于我。听完禀报，我不怒反笑，嘴角扯出一抹冰冷的弧度。这只沉不住气的猎物终于咬钩了。看来他是忍不住要动手了。我们立刻回去看看他到底想耍什么花样，也趁机引出那个神秘人苏婉柔。归程的车轮在尘土中疯狂滚动，我稳稳地坐在车厢内，再次摸出了那块冰凉的玉佩。我的眼神比夜色还要深沉，一张巨大的网早已在侯府铺开，就等着他自投罗网。与此同时的偏院内，装病的沈若薇望向窗外的夜空，露出了得意的奸笑。殊不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夜色深沉，我带着人匆匆赶回偏院。一进门就看到沈若薇蜷缩在床角，捂着肚子痛苦地呻吟着。她面无血色，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，看起来虚弱极了。这演技不去唱戏真是可惜了。我走到床前，平静地看着她，毫无波澜。你哪里不舒服？为何突然腹痛？方才下人禀报你下午还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如此痛苦？她抬起头，眼中满是痛苦与委屈，眼角闪烁着水光，那模样真是楚楚可怜。姐姐，我也不知道，吃完晚饭后肚子就突然好痛，像是被人针扎一样，又像是有东西在里面搅，我真的好难受，求姐姐救救我，我再也不敢和你作对了。我懒得看她演戏，示意太医上前为她诊治。太医坐在床边，手指轻轻搭在她的手腕上。太医神色渐渐变得凝重，仔细查看了她的神态和舌苔后，缓缓摇了摇头。郡主，沈姑娘脉象平稳，神色虽显苍白，但并无腹痛之症，气息也很顺畅，看样子是装出来的，并未真的不适。听到这话，沈若薇脸色骤变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又强装镇定。不是的，我没有装，我真的很痛。太医，你是不是诊错了？求你再仔细诊一诊，我真的快要痛死了。姐姐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骗你。我冷笑一声，眼神锐利地盯着她，直接戳穿了她这拙劣的伪装。够了，沈若薇，别再装了。你好好的怎么会突然腹痛？你这般大费周章的找我来，无非是想趁机做什么手脚，想把那瓶药喂给我，对吧？那个给你药的神秘人是谁？他被我当面戳穿，面无血色，再也装不下去，眼中的委屈瞬间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毫不掩饰的狠毒。是又如何？沈青书，我就是想找你过来，我不甘心，凭什么你生来就是郡主，拥有一切，而我却能做一个庶人被你看管？今日我就让你付出代价，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！话音未落，他猛地从袖中掏出一个药瓶，拧开瓶塞，眼神阴狠地朝我扑了过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的心腹侍女眼疾手快地冲上前，一把死死抓住了他的手腕。侍女力道极大，一把夺过药瓶，反手将沈若薇狠狠按倒在地，让她动弹不得。放开我，沈青书，你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夺回郡主之位！那个神秘人会帮我的，他一定会帮我的！我慢条斯理地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轻轻晃动着手中的药瓶，
听着里面药粉沙沙作响。就凭这瓶药，你能算得过我？那个给你药的神秘人是不是姓苏，名叫苏婉柔？他身上是不是有淡淡的药香，还带着面纱？他面色大变，眼神四处闪躲，浑身控制不住的微微发抖，显然是被我说中了要害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没有什么神秘人，这药是我自己找来的，你别想套我的话。我冷笑一声，从怀中掏出那块刻有苏字的玉佩，直接悬垂在他面前。你不知道？那你认识这个吗？这个苏字和给你药的神秘人有关系吧？李忠老仆的失踪也和他有关，对不对？看到那块玉佩，他的防线彻底崩溃，双眼圆睁，瞳孔剧烈收缩，哆嗦着的嘴唇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。他死也没想到，我已经掌握了这一切。沈若薇被死死按在冰冷的青砖地上，浑身发抖地看着我手中的玉佩，他的心理防线终于在此刻彻底崩塌了。我认识他，他确实姓苏。他告诉我，他叫苏婉柔，是长公主的闺蜜，当年被长公主陷害，才不得不隐藏身份，四处躲藏。他为什么要帮你？为什么要让你暗害我？当年的报错事件，是不是他指使我爹爹做的？他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他说，当年长公主嫁入靖安侯府，抢走了本该属于她的一切，靖安侯的宠爱，侯夫人的位置，还有荣华富贵。他不甘心，所以才指使你爹爹策划报错事件，把我换成你，让我取代你的位置，毁了长公主的名声，也毁了靖安侯府。他还说，只要我帮他暗害你，等你倒台，他就会帮我夺回郡主之位，让我一辈子荣华富贵，再也不用受这份苦。一派胡言！娘亲心地善良，待人宽厚，怎会陷害自己的闺蜜？苏婉柔定然是在撒谎，她背后一定还有其他目的，绝不仅仅是为了侯夫人的位置。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撒谎，我只知道她很厉害，而且心狠手辣。若是我不帮她，她就会杀了我，杀了我身边所有的人。她还说，当年李忠老仆就是因为知道了他的秘密，不肯完全配合他，才被他胁迫，最后被他灭口了，尸骨无存。听到李忠老仆惨死的消息，我心中剧烈一震，指尖因用力握紧玉佩而泛白。我发誓要将真相查个水落石出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只要你如实交代，配合我找出苏婉柔，查明当年的真相，我可以饶你这一次，不再追究你暗害我的罪责，也不会再苛待你。但你必须严加看管，不可再与苏婉柔有任何联系。我配合，我一定配合。我知道苏婉柔的藏身之处，她就在城外的一座破庙里，和萧景琛之前藏身的破庙相隔不远。每隔3日，她就会来这里找我，询问事情的进展，给我下达指令。我微微颔首，示意侍女将她扶起，并严加看守。今夜的审问终于撕开了一道致命的缺口。很好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明日一早我们就去城外破庙捉拿苏婉柔，当面问清楚所有真相。阴暗潮湿的冷院里，曾经威风凛凛的靖安侯如今形如枯木。听到我的脚步声，他下意识地向后瑟缩着。青叔，你又来做什么？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，你又要罚我？爹爹，你认识这个吗？当年指使你策划报错事件，威胁你的神秘人，是不是叫苏婉柔？她是娘亲的闺蜜，对不对？是她，是苏婉柔。当年就是她指使我策划报错事件，她给了我一大笔财富，还威胁我说，若是我不照做，就杀了我和整个侯府的人。我也是被逼无奈啊，我贪念她给的财富，也害怕她伤害我们，所以才答应了她。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长公主，对不起侯府。被逼无奈？你若是真的被逼无奈，为何不告诉娘亲？为何要一直隐瞒？你之所以答应他，不过是贪念富贵，想要自保罢了。你亲手毁掉了我的人生，毁掉了我们的家，这份罪孽，你这辈子都偿还不清。看着他痛哭流涕的丑态，我眼中没有一丝怜悯，因为我知道明天的破庙之行必将掀起更恐怖的血雨腥风。清晨的侯府正厅内气氛压抑，我向娘亲禀明了真相。她坐在主位上，神色十分凝重。娘亲听完我的禀报，眼中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，双手微微颤抖，手中的茶杯险些滑落。婉柔？怎么会是她？当年我们情同姐妹一起长大，无话不谈，她怎么会害我？怎么会策划报错事件？当年她突然失踪，我还一直担心她，四处寻找她，没想
没想到他竟然一直恨我，一直算计我和青叔。我走到娘亲身边，轻轻握住她颤抖的手，想要安抚她崩溃的情绪。娘亲，你别难过，事情还没有查明，或许其中有什么误会。今日我们就去城破庙，捉拿苏婉柔，当面问清楚，查明当年的真相，也好还我们一个清白，还侯府一个安宁。娘亲深吸一口气，眼中的悲伤渐渐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不容置疑的锐利与坚定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，我要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，为什么要毁了青叔，毁了侯府。我们当年情同姐妹，他到底有什么苦衷，非要走到这一步？我们一行人押着沈若薇前往城外破庙，走在队伍中间的沈若薇神色极其紧张。沈若薇不时四处张望，眼神中满是恐惧，似乎在害怕着即将面对的一切。城外的破庙破旧不堪，四处杂草丛生，墙体斑驳，看起来已经许久无人居住了。我立刻打手势示意随从悄悄包围破庙，彻底堵住所有出口，绝不让苏婉柔逃脱。我带着心腹侍女和沈若薇缓缓走进破庙内，放轻脚步，神色保持着12分的警惕。破庙内阴暗潮湿，倾倒的供桌旁坐着一个戴着面容遮蔽物的女人，她正拿着一瓶药，听到我们的脚步声猛地抬头，眼神冰冷，仿佛早已等候多时。看到我们出现，她眼中先是闪过惊讶，随即立刻恢复平静，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容。沈青书，你倒是来得挺快，看来沈若薇这个没用的东西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你了，对吧？我还以为她能多撑几天，能帮我把你解决掉。娘亲缓缓走上前，眼中满是极度的失望和痛苦，死死直视着眼前的女人。婉柔，真的是你？当年你为什么要突然失踪？为什么要指使靖安侯策划报错事件？为什么要害青叔？我们当年情同姐妹，无话不谈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要毁了我们所有人？苏婉柔冷笑着，露出一张清丽却阴鸷的脸，眼角那道疤痕格外刺眼。情同姐妹？长公主，你也配说这4个字？当年靖安侯本来是要娶我的，是你仗着自己是公主，仗着陛下指婚，抢走了她，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侯夫人之位，抢走了我的一切。我不甘心，我被你害得家破人亡，四处躲藏，而你却能享受荣华富贵，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，拥有所有人的宠爱，这公平吗？娘亲震惊地摇了摇头，眼眶泛红，满脸委屈，迫切地想要开口向她解释当年的误会。不是的，婉柔，你误会了。当年我与靖安侯的婚事是陛下指婚，我并不知道你也喜欢他，更不知道你们之间有婚约。我若是知道，绝不会和你争的，我一定会成全你们的。当年你突然失踪，我真的很担心你，四周没有你的消息，我以为你遭遇了不测，还为你难过了很。苏婉柔不屑地冷笑出声，眼中的怨恨不仅没有消散，反而变得更加疯狂。误会？多么可笑的借口！长公主，你就别再装了，你不过是仗着自己的身份抢走了我的一切，如今还在这里假惺惺的装好人，你不觉得恶心吗？今日我就要让你和沈青书付出应有的代价！苏婉柔话音刚落，猛地从袖中抽出一把泛着寒光的匕首，像毒蛇般直扑我娘亲而去。我眼疾手快，一把将娘亲护在身后，身旁的心腹侍女瞬间拔剑，迎上了苏婉柔狠辣的攻势。一旁的沈若薇被护卫死死看压着，她盯着打斗的两人，眼里写满了贪婪与恐惧的纠结。长公主，沈青书，你们都得死！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，要让你们尝尝我当年所受的痛苦！我要毁了靖安侯府，毁了你们拥有的一切！娘亲看着彻底疯魔的苏婉柔，眼神中满是痛心疾首，试图唤醒这个昔日手帕交的良知。婉柔，住手！不要再错下去了。当年的事情真的是一场误会，我们可以好好解决，我可以补偿你，只要你住手，我不会追究你的罪责，我会放你一条生路。苏婉柔却只回忆一声阴恻恻的冷笑，她反手一刺，鲜血瞬间染红了侍女的衣袖，但侍女死战不退。苏婉柔，你执迷不悟，当年的事情即便有误会，你也不该伤害无辜，不该策划报错事件，不该毁了我的人生。今日我绝不会让你害我娘亲，绝不会让你再兴风作浪。我冷冷挥手，随从们立刻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，刀光剑影间，他很快便寡不敌众，黑衣上绽开数道血痕。绝望之际，他眼底闪过一丝疯狂，竟拼尽最后的一点力气，调转匕首，直直朝我的心口刺来。我站在原地微退半步，看准时机，侧身一闪，反手死死扼住他的手腕，用力一折，匕首应声落地。不等他再次反扑，几名强壮的随从一拥而上，将他死死按倒在满是灰尘的青砖地上，动弹不得。放开我，沈青书，你放开我！我不甘心，我还没有报仇，我还没有毁了你们，我不能就这么认输！我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只败犬，眼中再无半分怜悯。那些陈年旧账，今天必须算得清清楚楚。苏婉柔，你作恶多端，伤害无辜，策划报错事件，暗害我和娘亲。今日你插翅难飞。
当年的真相你必须如实交代。李忠老仆是不是被你灭口的？你还有没有其他同党？他只是扯开嘴角，发出一声讥讽的冷笑，干脆闭上双眼，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。苏婉柔，你别再嘴硬了，你已经被抓住了。就算你不交代，郡主也能查明真相。你还是如实交代吧，或许郡主还能饶你一条生路。没用的东西也配来劝我？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找你合作。你这种贪生怕死、趋炎附势的小人，迟早也不会有好下场。沈若薇的脸瞬间涨得通红，我懒得看这出狗咬狗的戏码，挥手示意护卫将人严密绑起。娘亲，我们先把他带回侯府，慢慢审问，一定会查明所有真相，还我们一个清白。娘亲看着被押走的闺蜜，深深叹了口气。然而就在此刻，我却敏锐地捕捉到破庙暗处的房梁上，一道致命的冷箭正对准了我的后背。潮湿阴暗的地牢里弥漫着血腥味，苏婉柔被铁链锁着，伤口还在流血，却依然神色阴鸷，不肯低头。我跟长公主来到牢房外，看着里面的苏婉柔，太医跟在身后，准备为她处理伤口。我要让她活着交代一切。苏婉柔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当年的事情你如实交代。李忠老仆是不是被你灭口的？你策划报错事件，除了报复我娘亲，还有没有其他目的？你还有没有同党？苏婉柔冷笑一声，转过头去，满脸不屑。我没什么好说的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想要我交代真相，除非我死。长公主看着她，眼中满是痛苦与失望。婉柔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当年的事情真的是一场误会。我知道你这些年受了很多苦，我可以补偿你。只要你如实交代真相，我可以求陛下饶你，让你远离京城，找一个地方安度余生，不要再过这种颠沛流离、打打杀杀的日子。苏婉柔的身体微微一震，眼中闪过一丝动摇，但很快又被怨恨覆盖。补偿我？你能补偿我什么？你能把我失去的一切都还给我吗？你能把我死去的家人都还给我吗？长公主，你别再假惺惺了。哼，我不会相信你的，我也不会交代任何事情。我眸光一冷，不再给他留一丝余地。苏婉柔，你别以为你不交代，我们就查不出来。李忠老仆的女儿还活着，她知道你当年胁迫李忠的事情。我们也已经派人去调查你的过往，调查你这些年的行踪，还有你所谓的家人被害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你若是执意不交代，等我们查明真相，你只会死得更惨，连一丝余地都没有。苏婉柔脸色骤变，眼中闪过一丝恐惧，心理防线再次出现裂痕，嘴唇哆嗦着。苏婉柔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只要你如实交代，我可以向娘亲求情，饶你一命，也会帮你查明你家人被害的真相。若是真的有人害了他们，我定会为你报仇。但你若是继续嘴硬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苏婉柔沉默了许久，眼中的怨恨渐渐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悲伤与绝望。她缓缓低下了头。我交代，我什么都交代。李忠老仆确实是被我灭口的，因为他知道了我太多的秘密，还想背叛我，泄露我的行踪，我只能杀了他，永绝后患。我和长公主对视一眼，示意她继续。太医走进去为她处理伤口，她没有反抗。当年我确实和靖安侯有情谊，我们约定，等他功成名就，就娶我为妻。可没想到陛下突然下旨，将长公主许配给靖安侯。我得知消息后，悲痛欲绝，想要去找靖安侯问清楚，却被我父亲拦住了。他顿了顿，稳住情绪，继续诉说着那段充满悲伤与怨恨的过往。后来我家突然遭遇变故，父亲被人诬陷谋反，全家被抄，亲人全部被处死，只有我侥幸逃脱。我一直以为这一切都是长公主和靖安侯做的，是他们为了在一起故意诬陷我家，所以我才恨他们，才想要报复他们，才策划了报错事件，想要毁了他们的一切。婉柔，你误会了。当年你家遭遇变故，我和靖安侯都很痛心，我们也试图为你家求情，可陛下已经下了旨意，我们无能为力啊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诬陷你家，更没有想过要伤害你的亲人。你真的误会我们了。真的？你们真的没有诬陷我家？那我家为什么会突然被诬陷谋反？是谁害了我的家人？苏婉柔，你家当年的变故恐怕并非偶然，也并非我娘亲和爹爹所为。当年我爹爹虽然与你有情谊，
但他性格懦弱，根本没有勇气诬陷你家。我娘亲心地善良，更不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。我怀疑你家当年的变故是有人故意为之，目的就是为了挑拨关系，让你恨我们，让我们自相残杀。有人故意为之，是谁？是谁害了我的家人？是谁挑拨我们的关系？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是谁，但我们会尽快调查，一定会查明真相，为你家人报仇，还你家一个清白。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，当年你策划报错事件，除了报复我们，还有没有其他目的？有没有人指使你？没有其他人指使我，策划报错事件就是我一个人的主意。我当年逃脱后四处躲藏，学会了医术和防身术，后来得知长公主生下了女儿，就想到这个办法，想要让我的人取代她的女儿，毁了她的名声，毁了靖安侯府，让她也尝尝失去一切的痛苦。我微微颔首，心中已然明了。随即我转头示意身后的随从，是时候把靖安侯带过来，我要让他们当面对质。苏婉柔，你还活着？当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活着，还策划了这么多事情。靖安侯，你这个懦夫！当年我家遭遇变故，你明明知道我是被冤枉的，可你却选择了退缩，接受了陛下的指挥。你从来没想过要救我，为我家求情。你就是一个懦夫，一个贪生怕死、趋炎附势的小人。我对不起你，婉柔，我真的对不起你。当年我胆小懦弱，害怕陛下降罪，害怕失去侯府的一切，才选择了退缩。我才没有敢为你家求情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我错了，求你原谅。原谅你？我怎么可能原谅你？你和长公主毁了我的一切，毁了我的家人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们。若不是你们，我也不会落到如今这般境地，我的家人也不会惨死。婉柔，靖安侯，事到如今，再多的悔恨和怨恨也无法挽回已经发生的事情。当年的事情有误会、懦弱和算计，但一切都过去了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查明真相，为他们报仇，做一个了断。娘亲说的对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查明苏婉柔家人被害的真相，找出幕后真凶。苏婉柔，你放心，只要你配合我们一定会为你家人报仇，还你家一个清白。靖安侯，你也一样。若是你真心悔改，就好好配合我们，弥补你当年的过错。看着沉默不语的他们，我知道这场持续了20年的恩怨终于要迎来一个了断。但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幕后真凶究竟是谁？我坐在桌案前，仔细翻看着当年苏家变故的卷宗，心中疑云密布。侍女站在一旁，正在向我低声禀报最新的调查结果。郡主，属下按照你的吩咐，派人调查了苏婉柔家人当年的变故，也找到了当年苏家的老管家。老管家说，当年苏家被诬陷谋反，证据是一封伪造的书信，书信上的字迹模仿得十分逼真，很难分辨真假。而且当年负责审理苏家案件的官员名叫王怀安，后来不久就突然辞官，隐居山林，再也没有消息。听到王怀安这个名字，我立刻察觉到事情不简单，指尖不由自主地在桌案上敲击，脑海中飞速将这些线索串联起来。王怀安伪造的书信，看来当年苏家的变故确实是有人故意为之。这个王怀安定然知道真相，或许他就是被人收买，故意诬陷苏家的。我们必须尽快找到王怀安，找到当年伪造书信的人，查明幕后真凶。是，郡主，属下已经派人四处寻找王怀安的下落，也派人去调查当年与王怀安有往来的人，相信很快就能有消息。另外，李翠姑娘也来了，她说她想起了一些当年的事情，或许能帮到我们。快，让李翠姑娘进来。没过多久，李翠便走进了书房，她神色十分恭敬，进门后便低着头向我深深行了一礼。见过郡主，姑娘不必多礼，快请坐。你说你想起了一些当年的事情，是什么事情？李翠依言在侧边的椅子上坐下，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平复着紧张的情绪，眼神变得无比认真。郡主，我想起了当年我父亲还在侯府当差的时候，经常会收到一些匿名的书信。每次收到书信，他都会神色凝重，躲在房间里，不让我和我母亲看。还有一次，我无意间看到父亲和一个陌生男子见面，那个男子穿着官服，看起来很有气势。我听到他们提到了苏家、书信、大人之类的字眼，当时我年纪小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现在想来，那个男子或许就是当年负责审理苏家案件的官员王怀安。听完他的话，我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。王怀安，我心中更加确定，他就是解开苏家变故之谜的核心人物。姑娘说的很重要，谢谢你。
那个陌生男子，你还记得他的模样吗？或者有什么特征？李翠紧紧皱起眉头，似乎在脑海中极力拼凑着那张脸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那个足以定局的关键特征究竟会是什么？昨夜的风波终于平息，但我知道真正的审判才刚刚开始。备好车驾，随我进宫面圣。青叔，我随你同去，向陛下请罪。不必，你刘府反省，这便是对你最好的惩罚。是，我定好好思过。太和殿上龙威浩荡，所有人都跪伏于地，等待着最终的裁决。平身，沈青书，你今日所为何来？陛下，臣女揭发20年前苏家冤案，林松诬陷忠良，罪证俱在。陛下明察，臣被诬陷，忠心耿耿。陛下，林松以陈家人相胁，逼臣伪造书信，臣不敢不从。陛下，苏家满门冤屈，林松害我全家，我被蒙蔽才策划报错，求陛下做主。陛下，恳请严惩林松，还苏家清白。大胆林松！传旨，林松打入天牢，秋后问斩，家产抄没。王华安贬为庶民，苏婉柔免罪赐别院。靖安侯刘府反省，贬为庶民。走出宫门，阳光有些刺眼。曾经不可一世的靖安侯，此刻像个落魄的老人。陛下贬你为庶民，刘府反省。谢陛下恩典，谢女儿。青叔、长公主，当年是我糊涂，连累你们，自罚一杯。过往恩怨已了，往后安心度日便好。是啊，恩怨散尽，各自安好。3个杯盏清脆相碰，可当我望向高墙外那片未知的阴影时，瞳孔却不由自主地缩紧了。真的结束了吗？